纵观朱高炽这一生，人生的无常在他身上反映得淋漓尽致。大概朱高炽这辈子都没想过，自己有一天会坐在那座金碧辉煌的大殿上，受文武百官山呼万岁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朱高炽这辈子最高的成就，就是继承他爹的燕王爵位，成为守卫明朝边境的9大塞王之一。要不是他堂哥朱允炆上位后急着削藩，动了爷爷朱元璋分给他们家的蛋糕，他绝对是要做一辈子安乐王爷的。有明一代，秉承祖训，大明王爷就算耍赖一辈子，也有国家负责兜底养老。朱高炽就这样无忧无虑地在国家的养猪模式下长到了200斤。但不出意外的话是要出意外的，他爹朱棣还是没忍住，决定以叔叔的身份进京，教育侄子朱允炆什么叫做相亲相爱一家人。靖难之役随之爆发，他爹带着他俩弟弟出战，临行前交代他看好现在的嘉北平，防止贼人偷袭，有空的话努力减减肥。这个刚刚成年的胖子大概已经意识到父亲此去是要流血的，弟弟们此行能不能回来还两说。朱棣起兵后，与朱允炆的南军来了一波战术换家。朱棣先跑去内蒙古收下宁王的朵颜3位骑兵，朱允炆则陈兵50万打到了朱棣家门口。北平城中此时仅有朱棣留下看门的1万多士兵，多为老弱病残之辈。面对50倍于自己的敌人，战争一触即发。原本一心想当好后勤部长的朱高炽，不得已扛起武器，站在了城墙上指挥作战。时值农历10月，北方的天气入冬早，滴水成冰。朱高炽在黑衣宰相姚广孝的辅佐下，选拔勇士成夜坠城，潜入敌营砍杀，又利用天气因素，命人连夜往城墙上浇水，一浇即冻。前来进攻的李景隆士兵对此束手无策，只能坐等朱棣率领朵颜3位精兵回师，与城中的燕军共同夹击解围。李景隆败走德州。可以说，此战朱高炽居功至伟，他替父亲争取到了战略转移时间，也间接促成了靖难之役攻守态势的转化，使胜利的天平开始倾向燕王。但守城之功虽大，却怎么也不如直接上场冲杀更能造成直接的影响。对父亲朱棣而言，面对只有守城之功、身体肥胖的朱高炽，2子朱高煦、3子朱高燧常年跟着自己在外面冲杀，替自己担下战争的凶险，早已是过命的父子。后来朱棣登基后，虽封胖子朱高炽为皇太子，却更加喜欢当年跟着自己南征北战的朱高煦和朱高燧，甚至还对朱高煦暗示过将来皇位给你这样的话，无形之中让朱高煦误以为自己有机会学李世民，搞一出大明版的玄武门之变。朱高煦平时确实也经常自比李世民，处处流露出大哥无能，希望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野心。但朱高煦有个致命的缺点。史载汉王高煦，成祖第2子，性凶悍。成祖以为累己，高煦亦以此自负，恃功骄恣，多有不法。也就是说，汉王朱高煦是个莽夫，除了能打，别的也没什么了。关键还喜欢将我像我爹这样的话挂在嘴边，恃宠而骄，无法无天。久而久之，父亲朱棣有些不爽了。作为从马背上抢得天下的朱棣，父子关系处得极像唐朝的李渊父子，但朱棣不是李渊，他不会让玄武门之变发生。当然，大哥朱高炽更不是李建成。当朱棣发现自己太过于宠爱朱高煦，导致其变得无法无天后，当即下令褫夺他的一切赏赐。但此时朱高炽性格沉静温和的一面显露出来，他主动站出来，希望父亲顾念亲情，不要残杀他的手足。虽然不知此举是否是朱棣故意为之，但朱棣看到自己的太子能顾念亲情，救兄弟一命，想必心里也盘算着，大明版玄武门之变应该不会上演吧。永乐7年以后，因亲征蒙古、督造北京紫禁城等繁杂事宜，帝国头号人物朱棣无暇逗留南京，这让太子朱高炽进入了长达10余载的监国理政时期。所谓监国，即皇帝外出时，由皇太子作为代理，皇帝管理朝政事务。在夏元吉、简易、三杨等大臣的辅佐下，大明皇太子终于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。明史称，这段时间东宫监国，朝无废事。在朱高炽的统筹下，帝国一批新的职能部门，如河南渭河提举司、陕西察马司等相继被设立，为在前线打仗的大明军队提供了持续的、强有力的后勤储备。朱高炽还下令，
批准当时正遭遇经济危机的四川等地开监禁盐，改善民生。永乐盛世的文治武功，半数功劳要归于这位监国的太子。但可惜，他遇到的是猜疑成性的朱棣。虽然委任一帮志士能臣辅佐太子，却坚决不让太子过多染指军队以及人事安排事务。朱棣之所以这么安排，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在离开首都时，权力不至于中空，同时利用朱高炽、朱高煦兄弟不和的现状来牵制两派势力，从而达到永乐中后期政治生态的平衡。这也是古代皇帝惯用的一种管理朝局的权衡手段。历史上使用这种牵制两派势力而高居其上的皇帝，诸如后世之嘉靖、康熙、乾隆，莫不如是。在不少于5次的监国时段里，对于朱高炽而言，既是登基前的一段磨练时期，也是此生最危险的时期。面对着日渐老去的父亲，朱高炽已从当初只需要面对2弟、3弟的夺权攻讦，转变成除了需要面对2弟、3弟的攻讦，还需要提防多疑的父亲为了权力平衡以及对帝国至高无上的掌控，不断地限制自己、怀疑自己，利用2个弟弟的势力打压自己的行径。另一个悲伤的事情是，即使在如此高压的环境里生活，他也没有变瘦。朱高炽在反复的怀疑人生中，不由得思念起自己无忧无虑的燕王世子生涯。好在朱高炽凭着自己对父亲的了解，以及监国期间对朝政态势的把握，终于在波诡云谲的永乐后期政治中涉险过关，脱颖而出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我只知道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当个孝子就行。若说事事令人满意，估计也做不到，只求一个问心无愧就好。1424年，永乐22年，英武一世的朱棣在北征返京途中突然病逝。英国公张辅、阁臣杨荣担心朱高煦、朱高燧兄弟乘机作乱，决定密不发丧。军中每日还是向皇帝进餐请安，一切如故。与此同时，杨荣与太监海寿赶紧回京报告皇太子朱高炽。由于大臣们的精心安排，1个多月后，当朱棣驾崩的消息传开时，朱高炽已经拖着肥胖的身躯坐在了龙椅上。继位的过程看似安稳，实则危机暗伏。后来的历史证明，汉王朱高煦当时确实有叛乱的想法。登基后，朱高炽一改父亲好大喜功的做派，针对父亲伐漠北、征安南，导致十室九空、民苦徭役的现状，颁布了宽恤之令，进行赈灾、捐免赋税，与民同利。大明自开国之后，经历洪武、永乐2帝，维持几十年的政治高压和恐怖统治终于缓和下来。如果没有这一时期的回血续命，到大明的下一次危机土木堡之变时，明朝还有没有家底撑过去还两说。朱高炽的身体很差，面对自己日趋沉重的身躯，蹉跎大半生的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。继位后，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行政改革上面。朱高炽一方面极力补偿夏元吉等与自己共患难的老臣们，以安朝野之心；另一方面，由专业人士处理政务，避免不必要的政治方针失误，可以让本来已经内耗过度的大明帝国平稳发展下去。朱高炽继位时，靖难之役虽已过去20多年，但由于政治需要，一直没人敢触碰大明的这道政治红线。而朱高炽很快意识到，如果继续实行父亲遗留下来的高压政策，已变得不合时宜，这本身也与他所崇尚的儒家道德相悖。再则，遗留了20多年的历史问题，确实也需要后世为他重新定性了。靖难之伤本是同是操戈，但牵连甚广，对经历过他的人而言，都太过沉重了。在仅余的岁月里，朱高炽2次下诏赦免诸如齐泰、黄子成等见闻旧臣的家属，让他们返回京城，过正常人的生活。这些举措进一步巩固了大明的统治，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明朝前期遗留下来的社会矛盾，为后来之君扫除了统治障碍。洪熙元年5月，蹉跎大半生的胖子朱高炽咽气了。属于他的时光虽然只有短短10个月，可谓10月天子，但比那些在位数十年而无所作为或胡作非为的皇帝强出100倍。10个月对他而言弥足珍贵，于大明而言不可或缺。尽管还有很多政治抱负未曾实现，但总算留给下一任皇帝一个抚平过战争伤痕的国家。天若甲年，这位10月天子也许能创造出比其父亲更加辉煌的大明盛世。可惜老天最终阻止他去实现这一切。
尽管如此，他留下来的遗产仍是一清二楚的。朱高炽留下来的内阁辅政重臣，比如三养，在他死后的若干年中继续保持权力稳定，甚至间接保证了当大明在遭遇土木堡之变这种国家突发性大问题时，依然能及时做出相对正确的反应，从而确保大明这架庞大的政治机器有条不紊地运转下去。仅就这一点而言，朱高炽短暂的洪熙朝对整个大明朝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。纵观华夏2000年帝制，有一个皇帝们都追求的庙号，那就是仁宗，慈民爱物，公施于民曰仁。这个庙号实在是太难得了，以至于在将近500位帝王候选人中，也不过仅有6人曾经荣膺此衔，比如宋仁宗、元仁宗、明仁宗和清仁宗。朱高炽便是明仁宗，虽然在位仅10月，历史终究未曾埋没这位默默付出的皇帝。